第2集，天堂的居所，赚取建筑材料的7个方法。天使首先带我去3处天堂不同的地方。在第1个地方，我看见极幼小的孩童住在一起。第2处是成人所住的地方。第3个地方是那些仅仅够格上天堂的灵魂所住的。尽管他们够格上天堂，但是他们让这地方显得非常的破旧羞耻。很多人经常问我，这些小孩有多大的年纪？他们看似幼稚园的小孩，而不是能被判定性别的男女孩。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天使陪伴着。在天堂里，大部分的灵魂有他们个人的宅舍。然而，也有些人没有。稍后我将解释这点。进一步说，这些小孩也不拥有个人的家。我问：小孩也是灵魂，为何他们没拥有自己的家呢？天使回答：正如地球上的人们需要建材来建筑他们的家园，在天堂，我们也需要建材来盖造。当一个人忠心地为主服侍教会跟其他人时，他们的行为就成为他们天上家园的建材。当有建材提供时，被指定建造的天使就去建构那圣徒的天家，而那些年纪小于能够负起责任的孩子，则没有任何建材能够建立他们的家舍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没有时间或机会去赚得他们的奖赏或建材，这是他们没有个人宅舍的缘故。我继续问：在地球上，我该怎样做才能提供建材盖我天上的家呢？天使回答：有7件事是一个人必须去做，才能够提供建材来建造天上的家。首先是对神所累积的敬拜和赞美。第2件是他们花在读圣经的时间。第3件是他们花在祷告的时间。第4件是他们花在传福音给人的时间。第5件是对神国的奉献。第6件是他们顺服神的11奉献。最后1件是他们以各种方式花在教会侍奉的时间。这些顺服的行为或事工，使一个人能累积天家的建材。假如人缺乏这些方面，他们将没有材料来建立天家。有极多人在天堂没有个人的家，很多实际上都是牧师、执事、女执事、长老等等。出于好奇，我问：那这些小孩们住在哪里呢？天使回答：他们住在这儿。我四周环顾，发现小孩们聚集满布在花园各处。园中之花是多么漂亮，香味也是世上所没有的。这景致是我文字无法描述的。第2个地方是给那些忠心的成人居住的。得救赎和得奖赏是大不相同的。这地方有许多房舍，某些房舍高到像地上的摩天大楼。这里的房舍都是用极漂亮的宝石和稀有矿石建造，来赏赐那些在地上曾忠心事主的人居住。所有的人看来都年约20到30岁，没有生病、衰老或残疾。我曾经认识一个长老，叫欧英苗。他65岁时去世，个子非常矮，像个小学2年级的孩子。他常年受一种罕见疾病——佝偻病所困扰。然而，从对圣经的了解来看，他算是博士，写过很多论述。我在天堂遇见他，
在那里，他既高大又英俊，不再是残疾，而是康健的。天堂是个非常奇妙的地方，我满心期待上天堂。各位我所亲爱的，请相信我正在说的。第三个地方是给那些勉强得救的灵魂居住的，它像个特别聚落，范围极大，数倍于前述第二个宝矿石住宅区。我驾着一辆4轮游览马车，以极快的速度抵达。因它距离前2个美丽居所极远，我问天使：“我看到极大片的旷野和田地，为何没有看到房舍呢？”天使回答：“你所看到的都是他们的家。”我看到巨大宽广的排屋，这让我想起巨大的鸡舍或某种形式的仓库。这些房舍称不上豪华，反倒是破旧的。这个村落和这些房舍是给那些勉强得救、羞愧的灵魂居住的。它是有着极大范围，但是外观破败不堪的房舍。这个村落数倍大于受奖赏灵魂所住的区域。天使说：“你看到2间大房舍，一间在你右边，一间在你左边吗？”我回答：“有。”天使说：“他特别要向我展示这2间。右边的房子是给那些在世上当传道人住的，左边的房舍则是给那些在世上当长老的。”当我们抵达这2栋房舍的前面时，我张大嘴合不拢，发现它们是巨大的。开门进去的第一印象是鸡舍，但有别于常见的数千只鸡，我看到其中住满拥挤的灵魂。天使要我小心观察，因为在其中我可能认出一些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牧师。真的，我果真认出了很多位。我特别的指出一位牧师来问天使：“我知道那位韩国牧师，我知道他何等的名声和他为主所做的事工，他为何在这里？我真不明白。”天使回答：“他从未提供任何为他添加所需的建材，这是为什么他住在这个公社排屋。”我出于好奇地问：“这是怎么造成的呢？为什么他没有任何的建材？”天使答说：“当他在地上担任牧师职分时，他喜欢被人们奉承，喜欢被尊荣，喜欢被服侍，却不具有仆人服役和牺牲的要素。这位特别的牧师在韩国基督教历史是个表征人物，被大大的尊崇，但他没有得到天国的奖赏。你们这些牧师们，请听好，你必须服侍人们到一个地步，不仅仅是在礼拜天早上的服侍，你必须到他们家中拜访，必须照顾贫穷、残障，还有年长的人。牧师的服侍若没有自我牺牲，反而喜欢被尊荣，那就没有天上的奖赏。在我亲眼见识天堂的这一幕景象，当我重新回到地上后，我立即把我所有的财物给出去，包括我的5辆豪华轿车。人的生命从永恒来看，只是瞬间而已。在圣经里，人的平均寿命约70到80岁。只有上帝知道一个人什么时候会死，任何人都可能提前死去。我已经决定要把所有的都给出去，甚至是我的衣服。我所看到那些仅仅得救而已的，有牧师、执事、长老，还有信徒。有许多的长老、执事的归宿是在破旧的排屋里，
当然，这还是比在地狱里好。然而，难道有人想到天堂只是住在那种破旧的地方吗？我不愿落入这种羞愧的下场，甚至他们的衣服也是破旧的。若您对其他相关的灵界经历有兴趣，请点击视频。如果你是第一次观看，别忘了订阅并按下小铃铛，以免错过我们的最新视频。